叶晨也知道，今日安家的危机虽然接触，但自己的身份肯定是安家关注的重点。以安家的实力，如果真是顺着线索调查，无论是从顾秋怡入手，还是从费可欣入手，查到自己都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自己要做的不是要让安家查不到，而是要让安家不要查，甚至不敢查。于是他便对费可欣说道，把安家人送到安全地点之后，一定要交代，不，要警告他们，不要试图用任何形式调查我的身份，就说我这个人行侠仗义，不喜欢被人知晓，更不喜欢被人调查，否则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费可欣迟疑片刻，想说什么，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个念头，无奈说道，我知道了，叶先生，您放心吧。叶晨又看向袁子虚，认真道，袁先生，今晚就辛苦你多费心了。袁子虚受宠若惊地说道，叶先生您太客气了，承蒙您瞧得起在下，在下一定不负重托。叶晨点了点头，又对陈多多说道，多多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到囡囡的演唱会，等演唱会结束之后，抓紧时间跟死亡员工的家属联系，给足抚恤金和封口费，让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，明白了吗？陈多多有些迟疑地说道，叶先生，万一有家属不同意，非要讨一个说法怎么办？叶晨认真道，一人给1000万美元，这笔钱我来出，同时要把利害关系跟他们的家属摆清楚，这件事他们也可以报警，但纽约警察基本不太可能替他们伸张正义，而且如果他们报警，很可能会引来幕后黑手的报复，这个不是在耸人听闻，毕竟这个组织的凶残程度前所未见，他们连安家的人都不放在眼里，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他们就更不可能放在眼里了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微微一顿，继续说道，我知道我说这话有些不近人情，甚至有些残忍，但这也是最现实的情况，对他们来说，凶手的实力太强，他们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拿到巨额赔偿之后好好生活。至于他们想讨个公道，我相信安家人将来一定会替他们讨回来。如果安家人没有这个能力，那我叶晨也一定会替他们讨回来。此时的叶晨语气斩钉截铁，态度坚定不移，陈多多看在眼中，心中也不由感觉一阵崇拜之情。这种时候听到叶晨这番话，也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鼓励，于是他连忙说道，好的叶先生，等演出结束之后，我会跟他们的家属沟通的。叶晨点点头，认真道，另外受害者的尸体他们也可以带回去自由安葬，如果有国内跟来的工作人员，就出钱帮他们把遗体或者骨灰运送回国，如果他们的家属愿意来美国，那就出钱报销所有费用，让他们亲属过来把死者带走，到时候你替我告诉他们，钱他们先拿着，3年之内不给他们一个真相，他们随时可以将这件事昭告天下。好的，陈多多不假思索地连声答应下来，道，叶先生放心，我一定跟所有受害者家属说清楚。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看了看费可欣和袁子虚，对几人说道，剩下的事情就拜托诸位处理，我先回包厢了。说罢，叶晨向2人拱了拱手，转身走了回去。当叶晨回到包厢的时候，落地窗外，顾秋怡的演出还在继续，而身边的沙发上，萧初然也正在酣睡。而叶晨并没有着急唤醒萧初然，而是将他轻轻扶起来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随后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着舞台上的顾秋怡，一边用灵气感知隔壁房间的情况。此时的安家人情绪已然到了一个最低点，每一个人都非常悲痛和沮丧。最受打击的就是叶晨的三舅
安兆南。他怎么都想不明白，自己的结发妻子为什么会成为匪徒的一员。他关于亲情、爱情的世界观，在这一刻已经坍塌大半。他的女儿则依旧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情绪之中，无法自拔。好在小姑安悠悠将他揽在怀中，一直安慰着他。与老爷子性格最像的安凯峰，此时整个人紧握双拳，连身体都在剧烈颤抖。沉默良久之后，他开口对众人说道：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今晚应该是这10几20年来，我们全家人首次在安家之外的地方集结的这么完整，除了子栋没来之外，其他人几乎都在这里了。老爷子轻轻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我们就连来的时候都是搭乘2架飞机，就是怕全家人一起出什么意外，这次真的是太大意了。老太太一边垂泪一边自责地说道：都怪我，是我提议要来给楠楠捧捧场，毕竟她对咱们安家有恩。安重秋忙道：妈，怎么能怪您呢？楠楠确实对咱们家有大恩，咱们来给她捧场也是人之常情，只是我们自己这些年过得太安逸了，风险意识已经越来越淡薄，这次既然能侥幸逃过一劫，那以后就痛定思痛，把安全工作提到最高等级，相信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了。老爷子牵着老太太的手，认真说道：重秋说得对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怪我和你3个儿子没把这些事情考虑周全。安凯峰这时候开口道：爸妈大哥，你们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重点。众人不禁都看向安凯峰。安凯峰继续说道：我们这次确实麻痹大意了，但这只是其中一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家10几20年来只麻痹了这一次就被对方抓住机会了，这证明了什么？这证明了对方并不是碰巧遇上了我们的疏忽，相反，这证明了对方这10几20年来可能一直都在想着如何一步到位的置我们于死地。所有安家人听到这话，表情均是一凛，他们都知道安凯峰这话意味着什么。这时候安凯峰又道：我说句话，赵楠你听完不要带个人情绪，我觉得丽琴嫁到我们家，这本身就是个阴谋，而且是一个针对整个安家的，蓄谋极其久，隐藏极其深，杀心极其重的阴谋，天大的阴谋。说到这，安凯峰微微一顿，表情冷峻地说道：我有种感觉，说不定这件事跟我姐当年的遭遇也有着某种关联。